全班只剩下我一个人啊，班带事务什么都是我在做。系助他都会叫那种班带来领那个班上的通知啊，然后我们可能不是会有群组嘛，那个中班群组其实没有用的，系助都直接密我说，那个玉慈，那个记得要拿什么什么单子哦，记得要交什么，或是他直接叫我去办公室签一签，他就可以直接把那个单子马上送上去，非常方便。一个人一班的好处吧，毕竟一个人一班，然后又住宿嘛，所以就是特别的快速，也不会有说什么这个学生不在学校干嘛联络不到。不会，完全不会。吃啊，在干嘛？大家这个话题其实是非常的有趣，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人既然也可以开班。今天的影片是我大学的故事，我会分为3个部分：原因、经历，第3个部分是我自己的感想。如果你也喜欢闲聊这系列的影片，也可以点赞或是订阅我的频道哦。首先讲原因，为什么我们班上会只剩下我一个人呢？原因是这样的，我们在大学的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分为2个班，其中另外一班叫校班，然后另外一班叫中班。那我原本自己是校班的人，我是到了2年级大2的时候呢，才想说要转过去中班的。先讲一下中校班的课程哪里不一样。校班主要是学音乐系的，音乐相关的，像乐团那些的。中班主要是学类似那种表演、影视类的。我原本进来大学的时候是想要单纯的想要唱歌，但我后来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。所以我就在2年级的时候呢，就转去了中班。转去中班之前呢，我们一刚开始的大1的时候呢，中班的人数其实跟校班的人数是差不多的，一般都有那种20几个左右。是等到大概大3、大4的时候，那时候的人数递减的非常夸张。我们在大1下学期的时候呢，中班的很多人都转来校班，因为他们很多人是为了那种乐团而来的。他们转来校班之后呢，中班的人数就慢慢的递减，大概剩下10几个而已。那时候的人数还没有到那么夸张，是等到我们大3之后呢，有些同学就觉得这些东西好像不是他想要学的，他觉得对他来说再继续读下去没有用，所以就造成说很多人转走的转走，休学的休学，休学转学，到最后呢，我们班大3的时候呢，只剩下3个人。那时候3个人我觉得已经是极限了。我们那时候同学想说，那我们就是相依为命吧，毕竟也只剩下3个人。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后面的那两个啊，也是因为学校的一些变动改革。那时候因为我们学校入驻股东之后呢，学校就砍了非常多的系，那其中也包括我们的系。之前有被当掉科目的同学啊，他们就势必得要下修，有可能就是要暑修，走暑修这个阶段。可是暑修这个阶段呢，我在之前的影片就有提到说，暑修不是你想修就可以修，暑修也会有规定说什么10几个人或10个人一定要开成一班，开成一班才可以让你暑修。所以那时候对我其他2个同学，他们其实是非常的困难，因为他们其实也有一些科目被当掉。那我自己呢，是因为我之前从校班转到中班嘛，那因为校班转中班呢，他们学校会有个规定说，中班的必修课你一定要修到，你才可以毕业。那好死不死，我就是因为校班转到中班这个过程，刚好没有去上到中班的某一堂必修课，所以我就势必只能走暑修这个阶段。可是那时候我们班只剩下3个人啊，我们没有办法再找那种剩下的7个人组成一班去开班。那时候老师是跟我们讲说，不然就是你可能要花钱请他们来就是充人数之类的。可是怎么可能为了那剩下的7个人的费用，然后我们还要去做这种事情呢？后来就是因为刚好碰到学校改革，我们系上也要被砍掉，要收起来了嘛。教务处的人就有来跟我们讲说什么，你们这个系已经要收起来了。他们就是有开放说1个人也可以开班。我就是刚好趁那个时候非常幸运的时候呢，刚好1个人开班嘛，那我就刚好去了，可以去修到这个必修课，我就可以顺利毕业。这是我觉得非常幸运的事情，也是一个奇迹。再来是经历，应该会有很多看这部影片的人会觉得说什么，那你1个人你是怎么做一些专题呀？难道没有那些什么人际交友吗？都没有吗？在还没有变成1个人的时候呢，人际交友跟其他方面是都蛮正常的。
那时候最让我困扰的是专题我们也是要分组。那分组我们班就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我就觉得很苦恼，一个人是要怎么做专题啊？我那时候想说，一个人做专题好像你也不能说不行，就是比较吃力。在其他2位同学还没有转学休学的时候呢，我们其实是有跟另外一班，就是校班一起合并做专题。然后那2个同学是到要升大4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听到就是学校要收掉，然后要暑修。那时候还没有高职所一个人开班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决定要休学，所以等于说他们是参与了毕制专题的一半，然后到一半的时候系要收掉了。那系要收掉了之后呢，他们就决定要休学。你要说一个人不好吗？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，我是已经蛮习惯一个人的感觉，这是一个蛮特殊的经历。连我那时候在学校攻读的一个老师啊，他都说啊，你一个人欸，全班只剩下你一个人，那你毕业也只会有你一个人欸。说对啊，就是没有办法。后续造成的困扰就是，比如说像那种毕业照啊、团体的东西，我没有办法一个人完成。那时候我就是有跟校班的班代讲说，我那个毕业照可不可以跟你们班一起拍？不然我真的觉得我一个人跟那些校长、老师拍，我就好尴尬哦。虽然说真的是一个特殊的回忆，不过我觉得还是不要吧。很多人应该会想说，那你大4之后的课程呢？那是1对1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在还没有变成3个人的时候，有说要并班，但是那个时候的并班呢，是我们某一些同学不太愿意，因为他们就觉得说2班学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他并班的话，他没有办法去适应。那我自己本身是因为我是从校班转到中班的，所以我本身就是也没有比较喜欢校班学的东西，所以才转来中班嘛，不会再想要回去。学校也有一个规定是说，你如果转了1次的话，你就不能再转第2次。先不管说有没有转1次还转2次之类的，回去校班的意愿没有很大，因为大4的课程比较少。我那时候大4的课基本上就是主修专题。那因为后来专题这个部分呢，也有跟校班一起做，解决了我大部分的困扰。其他的课程基本上是不会受影响，因为大4已经没有什么课程，最多的课大概就是1个学期2到3堂左右，就是1堂专题嘛，1堂是那种主修，剩下的因为要修满学分，所以你势必得去修那种学弟妹的课。我应该是算我们那个系的最后一届，因为我学的这个东西是这个系上的最后一个课程。我之后的学弟妹呢，他们都是学那种音乐相关的，所以就不会有影视相关的出现。那再来是感想，第一个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体验，因为我还没有听过别人说什么他自己大学1个人1班啊什么的，而且也是真的刚好被我遇到。班还在维持3个人的状态的时候呢，我家人就跟我讲说，你不要到时候读一读，全班只剩下你1个人哦。然后那时候就想说，不会吧，另外2个感觉就是不会转啊。他们已经有说过很多次想要转学啊、休学什么的，可是好像都没有实际行动啊，应该是不会吧。结果没有想到大4只剩下我1个人，现在是怎样？大4我全班只剩下我1个人啊，班代事务什么都是我在做。系主他都叫那种班代来领那个班上的通知啊，然后我们可能不是会有群组嘛，那个中班群组其实没有用的，系主都直接密我说，那个玉慈，那个记得要拿什么什么单子哦，记得要交什么，或是他直接叫我去办公室签一下，他就可以直接把那个单子马上送上去，非常方便。1个人1班的好处吧，毕竟1个人1班，然后又住宿嘛，所以就是特别的快速，也不会有说什么这个学生不在学校干嘛联络不到，不会，完全不会。就我1个人，我就在宿舍，会觉得孤单吗？我觉得不会到孤单啊，毕竟我在校班还是有一些好朋友，没有到说真的是完全孤零零的1个人。那以上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的一个特殊的经历，不知道大家的大学生活是怎么样子，可以底下留言告诉我哦。喜欢我的影片也可以点个赞，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咯，拜拜。